究竟谁是告密者？玉央是清白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，同时不冤枉一个好人，魏向东的检查可以说全心全意、全力以赴了，极其仔细。魏向东累得一头的汗，都喘息了。好在最后的结果令玉央彻底松了一口气。魏向东拍了拍玉央的屁股蛋子，说：“好样的。”玉央还有点不放心，魏老师说：“好样的。”玉央这才放心了，站在那儿，这会儿反而想哭了。还有什么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令人欣慰的呢？玉央一边记一边想，这封可耻的诬告信到底是谁写的呢？如果不是遇上魏老师，后果几乎是不堪设想了。虽说魏老师的下手有些重，非常疼，可是忍过去了，还是值得。他像阿加莎·克里斯蒂那样，开始了分析、推理、判断，把班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，不论男女。但是到底是谁，就是不能笃定。玉央默默地发誓，一定要找到，一定要让这个可耻的家伙水落石出。检查的结果，玉央是一个赢家，但是真正的赢家不是玉央，而是魏向东。魏向东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在他摁着玉央的腹部反复搓揉的时候，魏向东吃惊地发现身体的某些部位重新注入了力量，复活了，又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与勇气。苍天有眼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！魏向东满心喜悦，晚上一上床便向他的老婆逞能，还是不行，明明行的，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裆里的东西没有任何感染力，死皮赖脸，再一次背叛了自己，分裂了自己。悲剧，悲剧啊！魏向东把他的双手托在脑后，有了深入骨髓的沮丧，钻心的痛，满脑子都是玉央，恍惚了，从此对玉央开始了牵挂。寒假其实也就是20来天，然而因为牵挂，这20来天对于魏向东来说是如此的漫长，可以说绵绵无期了。魏向东提不起精神，从头蔫到脚，整个人既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真真正正的成了第三种人。学校里空空荡荡，看上去都有点凄凉了。看不见玉央也就罢了，关键是没有人向他汇报，没有人向他揭发，没有人可以让他管，没有工作可以让他抓。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标，实在是难以为继。最让魏向东郁闷的还是寒假里的鬼天气，老天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雪积压在大地上，一直没有化掉。雪是一个坏东西，积雪的反光让魏向东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。反光使黑夜变得白花花的，夜色如昼，一切都尽收了眼底，没有了秘密性，没有了隐含性，没有了暗示性，就连平时阴森森的小树林都公开了，透明了。魏向东提着手电，一个人在雪地里闲逛，寡味得很。没有漆黑的角落，没有人偷鸡摸狗，黑夜比白天还要无聊。魏向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只能回去。寒假一过，学校重新热闹起来了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胖了，男同学胖了，女同学们胖得更厉害，每一个女同学的脸都大了一号，红扑扑、粉嘟嘟的。有经验的老师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是吃出来的胖，睡出来的胖，浮在脸上，有一种临时性，用不了几天还会退下去。
人胖了，肤色好了，健康了，看上去自然要比过去漂亮。当他们重新瘦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再也不是过去的黄毛丫头了，回不去了。都说女大18变，没错的。要是细说起来，这一次也许就是第16变，或者说第17变，有了脱胎换骨的意思，从一个大丫头变成了一个小女人。眼眶或举止里头有了一种被称着气质的好东西，算得上是一次质变。玉央没胖，反而瘦了。整个寒假他都没有吃好，甚至也没有睡好，脑子里一直在放电影，竟是那些难以启齿的画面。玉央总觉得他的下身裸露在外面，一只手在他的身上，始终粘在他的身上。玉央不想去想他，但是那只手总是能找到他，像影子，你用刀都砍不断。一有空就要伸到玉央的身上来了，蛇一样到处窜，到处钻。玉央在总值班室里并没有屈辱感，可是到了寒假，回到了老家，玉央的屈辱感反而抬头了。玉央不敢和任何人说，只能把它藏在心里。不过屈辱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把它藏得越深，它的牙齿越是尖，咬起人来才越是疼。屈辱感给玉央带来的不只是疼痛，更多的还是愤怒。他对写诬告信的人不是一般的恨了。玉央绞尽脑汁，他在查。20多天里头，最让玉央耗神的就要数这件事了。玉央依靠逻辑和想象力，一心要找到那个诬陷他的人。玉央特地做了一个823班的花名册，一旦有空就盯着他，逐个的看，逐个的想，谁都像，谁都不像。好不容易确立了一个，一觉醒来又推翻了。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